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，今天继续给大家更新 SCP 的视频，非常意外吧？作为一个常年高产的 UP 主，再加上粉丝对我的千锤百炼，区做一个视频算什么呢？反正只要你们3连给到，再难做的东西都可以做得出来。但是今天我就不用投票的项目了，讲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恐怖类的 SCP， 叫做恐怖老人。毕竟比起之前的几个 SCP 项目，这个恐怖老人还能有几张图片素材参考一下。对于饱受粉丝蹂躏的我已经非常满足了。那么这个恐怖老人究竟恐怖在哪里呢？下面就和我一起走进 SCP-106 的恐怖世界。SCP-106 看起来是一个老年人形的生物，有着高度腐烂的外形，它的外形也是不固定的，经常会发生改变。但是不管 SCP-106 以什么形式出现，唯一不变的就是外表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腐烂。SCP-106 作为老人行动并不灵敏，常常会连续几天一动都不动，等待着猎物出现。SCP-106 也可以攀附在任何坚直的表面上，而且可以无限期的颠倒悬挂着。一旦发现猎物后， SCP-106 会试图通过破坏其主要器官、肌肉组织或肌腱来使猎物失去能力，然后把残疾的猎物拉入口袋次元当中。这似乎是 SCP-106 的巢穴，也没有统一的说法。SCP-106 接触到所有的固体中都会产生腐蚀效应，数秒之内就会导致物理性崩溃。经过 SCP 基金会的观察，了解到材料生锈、腐烂和破裂，而且在这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黑色的粘液，就类似于包裹在 SCP-106 外表的粘液状物质。这种对于生命物体会产生严重的损害，被认为是消化钳的作用。这种腐蚀过程通常会持续6个小时，之后这种效果就会消失，就像是完全腐蚀了。不仅如此， SCP-106 还能穿透固体物质，并留下一大片腐蚀性粘液。 SCP-106 还能够消失在固体当中，进入被认为是口袋次元的地方，还可以从房间的内壁进入，从外壁出去，又或者从某面墙壁进入，又从天花板离开。目前尚不清楚口袋次元是否为 SCP-106 的起源，还是 SCP-106 创造属于自己的巢穴。对于口袋次元的观察表明，里面主要是由大厅和房间组成的。这项活动可以持续数天，并且会有一些人类对象被释放出来，很明显是为了狩猎或者重新捕获。SCP-106 的狩猎行为看起来是由欲望驱使的，而不是单纯的饥饿感。106会在一次捕猎之中攻击并收集好几个猎物，保证它的口袋次元当中一直有活着的猎物。但是106也没有表现出一种可以被确定的数量，在一次捕猎行动当中会猎取随机数量的猎物，它还会与猎物一起玩耍，并且表现出可以控制那个次元当中的空间、时间和知觉。这样一个 Kate 级的 SCP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与它进行物理性的接触，所有接触都必须在最大的安全站点中，并且要在非必要的人员全部撤离后进行。所有人员包括地级人员都必须在收容房间60米以上。目前 SCP-106 被收容在一个上锁的房间之中，该房间是由衬铅钢组成，必须被封锁于40层完全相同的材料之中，每一层材料之间都必须要有不少于36米的间隔。如果观察到了任何收容区域表面的任何腐蚀斑迹，任何工作人员或者是在离 SCP-106 房间200米范围以内的人员应该马上向站点安全处报告。而因为 SCP-106 而失去生命的人都将会认为是阵亡了，并且不会进行任何援助。因为 SCP-106 真的难以收容，每3个月或者收容失效后都要进行重新评估，对它进行物理性的收容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这种物理性的伤害对它来说根本没有用处。SCP-106 似乎更偏爱年龄在10到25岁之间的人类猎物。在一次测试当中，一个10到25岁之间的人作为引诱对象， SCP-106 通常会听到测试者对象声音后的10到15分钟之内开始进行引诱。如果 SCP-106 对最初的声音没有什么反应，则应该以20分钟的间隔对引诱对象施加额外的身体创伤，比如切断肌腱，直到 SCP-106 做出反应。在重大违规事件的情况下，可以使用多个诱饵对象进行测试，而106通常在诱饵完成后进入休眠状态，其中某个特工失踪了2个小时，在被 SCP-106 释放之后变成了这样的状态，也仅仅存活了1个小时。这个恐怖老人抓捕猎物到口袋里面的画面，怎么那么像跟孩子玩捉迷藏呢？不过这个口袋次元就像个黑洞一样，如果把 SCP-68 扔进去的话，你们会觉得怎么样呢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你们对于这个恐怖老人有什么自己的看法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喜欢本视频的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。我是正正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吧。